嗨，大家好，我是大头。今天不做甜点，更一期游记，记录并分享一下上周我在加拿大萨省的旅行。在加拿大待了7年的时间，大部分时候在西侧的落基山脉待着，也去过东边的多伦多和蒙特利尔。不得不说，是有些好奇中部的大平原是什么样子的。趁着9月份，暑热已经消退，雪还没有开始下的时候，到加拿大中部的萨省游玩了5天。这一路上了解了萨省的农业历史发展，驱车驰骋在一望无际的农田草原，在国家公园看到了满月、极光、雷暴闪电和日出彩虹。可以说这趟行程的收获是远超预期。第一站是萨斯卡通，从温哥华飞过来只需要2个小时。飞机还没落地的时候，就被这一望无际、毫无起伏的地貌映空了30秒，仿佛我一眼可以看到北极。航站楼也是这样，一出候机大厅就是租车和取行李的地方。机场比较小的好处大概就是行李来得非常快。在停车场的时候，从这个非常矮的塔台就预料到这个大平原上的城市不会有太多高大的建筑。开去当趟的路上，有一种开在一个边陲小镇的错觉，而不是行驶在萨省最大的城市之中。还好城内看上去也还是有一些高楼的。我们订的是这个河边的 Delta 酒店，是一个大城堡的样子，从河对岸看还挺气派的，也是地标建筑之一。从博物馆的文字中知道，这是当年修铁路的公司在这里建造的，为了推广以铁路为出行方式的 luxury travel。 说到博物馆，在萨斯卡通城的2天，我们分别去了一个叫 Western Development Museum 的博物馆和一个叫我也不知道怎么读的博物馆。根据看到的内容，我就姑且称它们为西部大开发博物馆和原住民野牛博物馆了。西部大开发博物馆中有许多上世纪萨省开发时期的老物件，刚进门的地方是一条重现当时情景的老旧的城镇中心街道，两侧是一些门店。本以为这就是全部的内容了，结果这条街道两侧之后还藏着一些展板，详细介绍了萨省农业的发展历史，配有当时的照片以及一些神奇的农用器械，比如这些超大型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之类的。博物馆里还放着这种非常抽象的展品，还有这个靠着焚烧秸秆来产生动力的汽车。这是一个展示当时如何运送农作物的火车模型。我们在里面待了1下午，直到关门的时候才离开。另一个原住民野牛博物馆更多的讲的是萨省原住民的故事，尤其是他们如何狩猎野牛的。这个就是野牛。整个博物馆由主建筑和围绕建筑的一圈徒步路线构成，建筑内部是一些展板和展品，讲解原住民的历史。刚到这个博物馆的时候，还赶上了他们的原住民舞蹈表演。而博物馆所在的地方，就是当年原住民狩猎野牛，让野牛掉落悬崖的地方，可以通过徒步路线，实地看一看这条峡谷。这里是峡谷的另一边，从这边可以远眺博物馆的建筑。像这块石头就是当时野牛用来蹭痒痒的地方，只可惜没有看到真正的野牛，或许来的季节不太合适。除了博物馆，第2天的早上还去了萨省大学逛一逛。因为是周日，校园里非常安静，
大学的老校区在靠南的位置，从建筑物的外墙和造型也能看出来是有一些年份的大学了。这是他们农学院的楼，前面种着一些他们的获奖植物。农业大省确凿无疑了。从学校毕业3年了，看到教室还是很亲切的。北边的校区建筑物更新一些，仿佛这些地实在太空，建了一些建筑不知道用来做什么，就有一些企业在这里，同时还修了小花园，养了锦鲤，好奇他们能不能度过这里零下30-40度的寒冬。城外有一个叫 Cranberry Flats 的保护地公园，开车大概10分钟，很适合看日落。我们连续2天都来到这里，因为第一天云层有点厚，看不到日落。傍晚的风非常轻柔，穿行在大片的草地之中，还有此起彼伏的蟋蟀的声音，真的非常惬意。此行的第2站是 Grasslands National Park， 位于萨省最南端，分为东西2部分，中间被私人用地分隔开。从萨斯卡通开车到西侧需要4个半小时，西侧到东侧则需要开2个小时。路途遥远，但并不难开。与温哥华周边落基山脉中的高速比起来，这里的路横平竖直的，只不过窗外的景色一直都是一望无际的大农田。开得久了很容易犯困。这次我们是住在公园西侧的营地，有4间可以预定的已经搭建好的帐篷房间，算是做一回 luxury camping。 先到公园的游客中心办理入住，拿到钥匙。在游客中心门口还看到了从 BC 省开过来的车。接着开往营地的路上有一些可以自助的观景点。所谓自助，也就是在沿着公路的碎石路行驶的时候，每到一个这样的景点就停下车走一走，看看展板上的介绍，了解一些草地公园的生态系统的知识，比如草原上的草、响尾蛇、草原犬鼠还有野牛，还是很新鲜有趣的。不得不说，这样一望无际的草原在 BC 省真的很难找得到。遥远的地方有2个小黑点，感觉是野牛了。从旁边的望远镜可以隐隐约约看到，确实是野牛。我们这次的帐篷房间有电、有灯、床和床垫、桌椅板凳这些，只需要自己带上睡袋枕头就好了。比之前的 backcountry camping 的体验着实要好上不少。稍作休息后，在傍晚时分驱车外出看看夕阳。傍晚时候的野生动物活动确实要频繁很多，看到了大片的草原犬鼠，甚至还有野狼，还有鹿。正值中秋，天色渐暗后，能看到一轮满月从地平线上升起，赶紧将车停在路旁开始拍照，生怕等下月亮升起太高就失去了前景，就不好看了。本来还在叹息今晚满月太过明亮，星空银河是没办法拍了，谁知道夜晚出门散步的时候就遇上了极光。拍的时候就觉得这趟旅途真的好值，怕是今晚做梦都要笑醒。凌晨4点醒来，被外面时不时的闪电和雷声吸引，到帐篷外发现远处正有闪电，而这闪电雷暴天气一直持续到了早上6点多日出的时候，感觉比我在温哥华新年来听到的雷声加起来都多。当看完日出，准备驱车离开营地，前往这个草地国家公园东边的时候，一道亮得刺眼的彩虹就横在了我们的面前。在这旷野之上没有任何的遮挡，这彩虹好像触手可及。
或许是彩虹带来的好运，我们偶遇了道路旁正在石头上蹭痒痒的野牛。这趟行程真的实在太圆满了。虽然都是大草地，但东侧的地貌却不太一样，多了一些峡谷状的地形，同时草也更绿一些，仿佛这边的降水要更多一点。东侧有一条修得很好的观光公路，叫 Badlands Parkway， 大约11公里长，与西侧一样，也是有一些可以停车自助观光的地点，能够全方位领略这一侧的地貌。在开往旅途最后一站 Regina 的路上，我们还会路过一个叫 Moose Jaw 的小镇。本来只是想在这里稍作休息，看看这座巨大的慕斯雕塑地标，但在萨斯卡通的时候，与酒店服务员闲聊得知，这里还有一个参观隧道的旅游项目。隧道是上世纪20年代禁酒令时建造的，用来偷偷喝酒。项目很有趣，我们假装是要去偷偷喝酒的客人，工作人员假扮成与我们接头的人，带领我们进入隧道，了解当时的历史。可惜没办法拍照和录像，总的来说很值得体验一下。Regina 是萨省的首府，我们傍晚时分才到，一直到第2天凌晨都是狂风暴雨的天气，同样也是一整夜的电闪雷鸣，仿佛这才是草原上天气的日常状态。在这里参观了省政府的大楼。工作日的早晨又是旅游的淡季，我们是唯一一组去参观的游客，相当于获得了私人导览的服务，详细了解了当初建造这座建筑时期的故事。政府大楼里不让录像，我就简单拍了几张照片。加拿大皇家骑警博物馆算是最后一个要打卡的地方。博物馆不大，主要是介绍皇家骑警的由来和发展，非常有趣，包括知道了皇家骑警当时会管各种鸡毛蒜皮的民间小事。然后在北极那边，皇家骑警就不是骑马了，而是坐着狗拉雪橇。顺便还能玩一玩这个警车模拟器，当成警察去抓坏人。最后说一说这次旅行的饮食，我们都觉得在萨省这几天吃的都还是挺不错的，可以说是超出了预期。整体价格不贵，分量又很足，且味道很好。像这么一大份 pork neck 是20块钱，还是在原住民那个博物馆的餐厅吃的，并没有什么景区溢价。这一份薯条用了帕玛森奶酪、法葱和辣椒碎来调味，表面沾上了爆米花的碎屑，口感和味道的层次都很惊喜，很难相信这是一份只要9块钱的前菜。萨省的餐厅菜单上少不了的一道肉食就是猪肉，这几天真的吃了好多的 pork belly。 这里的猪肉吃起来很香，没有异味，而且他们都会用苹果、葡萄醋、焦化洋葱还有本地的萨斯卡通 berry 之类的酸甜的味道与之搭配，非常好吃。这趟中部的大冒险旅程非常圆满，看了美景，吃了美食。如果没有来过萨省的话，还是很推荐挑一个长周末来逛一逛。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了，喜欢我视频的话，不要忘记点赞、收藏并订阅我的频道。我是大头，我们下期再见。